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片漆黑的深渊边缘，脚下没有地面，头顶没有天空，只有无边无际的液体将你死死包裹。压力像一只无形的巨手，从每个方向同时向你挤压。骨骼在悄无声息地碎裂，肺腔被压扁成一张薄纸，四周绝对漆黑，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某种你看不见的东西正在缓慢地向你靠近。我们不是在说科幻电影，而是一颗真实存在的系外行星TOI 1452b， 一个深度可能超过50公里的异星水世界。2025年4月17日，科学家检测到了生命证据的信号，在距离地球124光年的 K2-18b 大气层中，那里存在多种与生命相关的化合物，浓度高出地球上1000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判断标准，那种生命必须像地球生命一样的标准，可能从根本上就错了。科学家们通常只问一个问题：这颗星球是否宜居？但如果生命可以在不可能的环境中出现，那我们的标准是否过于狭隘了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命题：外星生命究竟会以怎样的形态存在？先来感受一下数字的重量。银河系中，行星的数量介于1000亿到1万亿颗之间，而整个宇宙中，科学家估计星系的数量约有2万亿个。在这样一个无穷的宇宙里，行星总数无法用语言描述。在如此庞大的数量中，生命只存在于地球，反而显得不太合理。那人类对地外生命究竟了解多少呢？截至目前，科学界尚未找到任何直接证据，甚至连微生物都没有。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，发现地外生命只是时间问题。关键在于，如果生命真的存在，它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NASA 正在推进名为宜居世界天文台的计划，目标是锁定至少25颗潜在宜居的行星，并在2040年代发射。不过，与其等那么久，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先想象宇宙生命的形态。天体生物学家正试图构建地外生命的可能蓝图，包括它们的形态、能量来源以及与地球生命的根本差异。现在，我们先去看看那些超越想象的潜在生命形态：体型堪比珠穆朗玛峰的巨型生命体，比史前恐龙更加凶残的掠食者，以及怪异到无法定义的生命。生命的起点可能依然是水，毕竟4亿年前地球生命就诞生于海洋。因此，第一类被重点关注的宜居星球自然是异星水世界。欢迎来到 TOI 1452b， 一颗距离地球仅100光年的行星。它的体积约是地球的 1.5 倍，质量则是5倍。真正惊人的是它的含水量，推测其总水量是地球的7000倍。这意味着该星球是一颗被海洋完全覆盖的行星。那么，这里的海洋生命会与地球形似吗？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概念：趋同进化。当不同起源的生命在相似的环境中生存时，往往会进化出相似形态。鱼类和海豚祖先八竿子打不着，但都进化出了流线型的身体。因此，你可以推测，这里的活跃生物可能同样拥有流线型身体。当然，对体型庞大的生物来说，速度或许并不重要。水的浮力可以有效抵消重力，使生命体能长到远超地球的规模。在这片海洋里，或许存在着体长90米的超级生物，比蓝鲸还要大上3倍，背部可能长有巨大的帆状结构。这些巨大的背鳍并非用于推进，而是一种生物光学器官。通过释放强烈的光脉冲，它们彼此交流，甚至形成了一套光语言系统。如此庞大的生命体对能量的需求近乎恐怖，因此它们的皮肤可能演化出一种直接吸收恒星辐射的结构，将其转化为生物电能，为肌肉和神经系统提供持续动力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生存不再是捕猎，而是一种与恒星连接的形态。蓝鲸在地球是最大的，
但在这片深海中，或许只能算中等身材。当然，这些庞然大物仍停留在天体生物学的假设层面，真正令人震撼的，可能隐藏在无底的深渊之中。越远离光源，生命的形态就越诡异。在深度达50公里的海洋中，深处压力可能超过8000个大气压。在这种压力下，任何人类制造的装置都会瞬间变成金属薄片。如果真有生命存在于这里，它必然进化出了突破极限的方式。它们的身体可能不存在任何空腔，由高密度液体或弹性组织填充。坚硬的骨骼或外壳在这种环境中反而成了致命弱点。所以这些生物可能拥有柔软的、胶质化的身体。在绝对黑暗的世界中，眼睛已不再有任何存在价值，取而代之的是对振动或电磁变化极其敏感的感受器。它们或许会上浮到较浅水域，用生物发光引诱猎物发动致命一击。TOEI 1452b 或许是孕育着多样性的宜居世界。但若生命并不一定需要水或者固体地表呢？有没有漂浮在气态巨行星云层之中的奇异生命？你可能觉得这纯粹就是胡扯，但早在1976年，卡尔萨根就提过设想。为了寻找这种生命，我们将目光投向距离地球1300光年的科罗 9b。气态巨行星环境恶劣，但大气上层风暴相对温和。如果一颗气态巨行星存在数十亿年，大气中又富含复杂有机分子，那生命或许有足够的时间演化成完全依赖空气的漂浮形态。它们从未接触过行星表面，甚至不知道地面这个概念的存在。科罗 9b 正是这种设想生命的理想候选者，其体积与木星相当，但质量略轻，云层温度大致在-25摄氏度到150摄氏度之间，这个范围足以支持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。在这颗行星的大气上层可能漂浮着体型巨大的生命体，有的像气球，有的则更接近空中飞艇。这些生命的身体由极薄的膜构成，内部充满轻质气体，使其悬浮在最适合的生存高度。这层膜不仅用于维持漂浮，还可能吸收恒星辐射作为能量来源。这相当于一种非传统的光合作用，却基于完全不同的化学体系。不过，仅靠薄膜并不足以抵御紫外辐射。为了生存，这些生命体可能进化出生物发光，使整个身体呈现出红色、蓝色或绿色光芒。这类似地球上的某些发光珊瑚，它们或许还能合成特殊蛋白或色素，吸收有害紫外辐射，并将其转化为安全的可见光。在身体下方，很可能存在一个高度集中的特殊生物核心，其中包含感知系统、信息处理系统，以及从周围大气中吸收养分的机制。这些生命的规模可能极为庞大。卡尔萨根曾推测，其中最大个体的直径理论上可达12公里。你可以设想，一个半透明的生命体散发着柔和的蓝色光芒，如同水母一样在云海中缓缓漂浮，只不过它的体型堪比珠穆朗玛峰，而这个大家伙的中枢器官或许相当于一栋几百米高的大厦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像科幻设定，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。正如卡尔萨根强调的那样，宇宙中生命的可能形态远远超出了人类长期以来的想象边界。当然，目前这些仍停留在理论层面，是科学家基于萨根与萨尔佩特的大气生命假说提出的推演。至于是否真实存在，有待未来发现来回答。当我们谈及生命时，几乎都本能地认为它必须诞生在温和且宜居的环境中。但事实上，环境的极端并不等同于生命的缺席。生命或许依然存在，只是数量稀少，形态奇特而已。甚至可以说，环境越苛刻，进化塑造出的生命形态反而越复杂、越诡异。那么，如果行星的极端并非来自温度或辐射，而是来自重力呢？
如果这个星球的引力就像一只无形巨手，几乎要把一切存在压碎，会发生什么？这就是 LHS 1140b 的情况。一颗距离地球约49光年的系外行星，体积约为地球的 1.5 倍，质量接近地球的6倍，其表面重力是地球的2倍，重力是地球的2倍，相当于一只无形的大手始终把你向下压，每走一步都像背着一个跟自己一样重的人。如此强大的重力足以彻底改变一切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。在这种持续而沉重的引力压迫下，进化从不鼓励冒险试错或灵巧优雅。这里没有脆弱的结构，没有敏捷的身形，所有生命都必须足够强壮，足够耐压。你可以想象，这里的生命行动迟缓，体型低矮且厚重，肌肉异常发达，四肢短而粗壮，宛如支撑自身重量的石柱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不会存在高速奔跑的猎手，没有轻盈灵巧的食草动物，取而代之的是笨重却顽强的生命形态，专为承受巨大重力而进化。飞行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强重力让任何生物都无法在空中长时间停留，甚至连跳跃都极为罕见。所有生命都被牢牢按在地面，只能爬行、蠕动，或依靠多条强壮的支撑结构缓慢移动，如同始终在与一股无形的重压抗衡。这里的平均气温约为-43摄氏度，相当于地球的极地地区。虽然寒冷，却尚可忍受，但如果温度进一步下降，比如达到-80摄氏度，那么这里将成为真正的进化炼狱。强重力、极寒环境以及极度匮乏的植被同时存在。在这种环境中，生命除了具备极其坚固的外骨骼结构外，还需要进化出厚重的保温层，形成由致密而柔韧物质构成的多层隔热覆盖层，类似羽绒材质，却更耐寒、更柔韧。为了保存热量，这些生命的体型会更加臃肿，行动进一步放缓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它们必须极度节能，每次移动都需要精打细算。新陈代谢可能会降低到极限，在极端寒冷时期甚至可能进入假死状态。呼吸和代谢几乎微不可察，从外表看就像是毫无生命的小土丘。这些生物的行为和生活节奏甚至比地球上的树懒还要缓慢许多。如果你真的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，几乎不会遇到危险。凭借迅捷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，你可以在这些本地居民之间自由穿梭。在那些迟缓而几乎静止的生物中，你就像一个超能力者，一个现实中的闪电侠。相比之下，更危险的世界可能是那些重力比地球更弱的行星。在这样的星球上，生命或许会进化到完全相反的方向，诞生出比侏罗纪时代任何生物都更加可怕的形态。特拉普派一地就是这样一颗星球，距离地球约41光年。科学家认为，这个异星世界可能拥有液态海洋和大气层。更关键的是，其体积比地球小 30%， 质量仅有地球的 60%， 表面重力大约只有地球的一半。正是在这样一个轻盈的世界里，生命的体型几乎不受限制，可能会演化出人类难以想象的形态。科学研究表明，真正推动进化飞跃的往往是剧烈的环境变化。无论是全球变冷、小行星撞击，还是物种之间的激烈竞争，这些动荡往往会催生出顶级掠食者，塑造由终极怪物主宰的生态系统。你可以想想，恐龙时代，地球曾长期被强大而凶猛的生物主宰了上亿年。而在特拉普派一地上，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阻止一个更加极端的版本出现，一个只遵循要么吃，要么被吃这一铁律的世界。大约 1.1 亿年前，地球出现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陆生动物——波塞冬龙。这家伙高约18米，体长超过30米，体重约60吨。当它站立时，哪怕你家住在6楼，仍能透过窗户俯视着你。即便如此，波塞冬龙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食草动物。
然而，在重力只有地球一半的星球上，完全可能孕育出更加高大、更加恐怖的生命。在这样一个低重力世界里，数十亿年的演化将不断推动体型膨胀，而体型越大，对能量的需求就越高。根据古生物学家的估算，一头波塞冬龙每天需要摄入约200公斤之物。随着体型膨胀，资源竞争必然加剧，进化的方向最终可能从食草转向捕食。那些无法仅靠植物为生的巨兽，或许会开始猎杀其他生物。经过漫长的演化，这种趋势可能造就一个由超级掠食者主宰的世界，其身高理论上可达50米。现在你可以想象，一种高度相当于16层楼、体重200吨的巨兽，依靠2条、4条甚至更多粗壮的肢体行走，张开的巨口如同一辆公交车，獠牙比你的身高还高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怪物并非寥寥无几，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，且随时处于彼此厮杀、彼此捕食的状态。当然，这样的星球上并不只有掠食者，或许还有其他生命形态与之共存。那些体型较小的食草动物可能以高达150到200米的巨树为食，而在低重力的天空中，飞行变得异常容易，空中甚至可能漂浮着体型堪比波音777客机的飞行生物。这是一个隐约让人联想起侏罗纪地球的世界，却更加残酷、更加原始、更加令人恐惧。那有没有某种生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现呢？一种与我们理解的生命毫无相似之处的存在。毕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生命，包括人类，都有一个共同点。这些生命形态都建立在碳元素之上，碳构成了生命分子的核心。DNA、蛋白质、脂类和碳水化合物都离不开它。其独特之处在于，它能够形成极其稳定而多样的化学键，甚至可以与自身连接，构建出高度复杂的分子结构。正因如此，碳就像一种分子级积木，拼装出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。然而，科学家提出，在宇宙的某些角落，生命或许并没有选择这条路，而是依托另一种元素演化而来。生命真正的核心并不在于碳，而是自催化，一种能够促进自身复制和延续的化学反应过程。这种机制是复杂性不断增长，生命得以延续的关键。在地球上，自催化体系依赖碳元素运行，但这并非唯一可能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有多达270种生命自催化化学反应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涉及碳，而是与硅元素有关，还有的甚至涉及汞或硫，在极端条件下可能发生。这暗示外星生命可能基于完全不同的化学基础，硅在化学性质上与碳相似，能形成复杂的长链。理论上，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基础。现在走进这样一个可能孕育硅基生命的世界。开普勒 62F 位于1200光年之外的行星，它体积比地球大40%，拥有大气层甚至液态海洋。在其高温高压的表面，硅基生命或许能自然演化。这些生命体不会由血肉构成，而是以硅酸盐为躯体。它们覆盖着晶体外壳，拥有多支结构，形态陌生，有的如岩石般静止，有的在地表缓慢滑行或滚动。它们不呼吸，通过金属化学反应获取能量。它们不进食，通过吸收土壤中的矿物质存活。繁殖方式像晶体分裂，在恒星辐射下长出新个体。在碳基生命眼中，这些东西根本不像活的生命，它们运动速度极慢，看起来更像是奇特的自然结构。科幻作品曾设想，硅基生物能分泌强酸穿越岩层，但在现实推演中，它们可能比想象中更加活跃。比如，外形介于昆虫与水晶雕像之间，带着晶体装甲。那么，它们是否拥有类似 DNA 的遗传系统？科学家推测，信息储存在一种复杂的晶体矩阵里，通过晶格结构
键密度和原子电荷分布来编码。矿物基因能自组织复制，以自身为模板生长。环境杂质引发结构偏差，从而产生突变。在这种体系中，自然选择的标准将完全不同，更稳定、更耐破坏。复制更可靠的结构会被保留。这些仍停留在理论层面，是基于硅化学提出的假设。至于是否真实存在，只能等待未来发现来回答。我们无法描绘外星生命的样貌，甚至无法确定存在。但随着对宇宙认知的加深，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：外星生命的形态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边界。物理学家泰森开玩笑说，恒星级生命是个糟糕的设计，即便体内信号以光速传播，挠一下头都要花几小时。这意味着生命在尺度上有极限复杂性设定了边界，但在边界之内依然容纳了无数形态的生命，其中一些在文明层级上或许远超人类。宇宙中是否真的存在高度智慧的生命？它们已经建立起文明，甚至能重塑行星结构。我们尚未发现直接证据，问题或许在于方向错了。科学家寻找高级文明留下的工程痕迹，比如戴森球，在银河系中发现了7颗红外辐射异常的恒星。至于那些异常是不是戴森球，现在还没人知道。外星文明是否有能力建造包裹恒星的巨型结构？如果可以，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？宇宙文明采用卡尔达舍夫等级衡量，分为不同层级，让我们顺着这条路线看看人类还要走多远。卡尔达舍夫没有设定0级文明，但如今用它描述人类依赖有限资源，刚利用行星能量。从现实来看，我们的技术水平相当初级，化石燃料依旧是支柱，核能的潜力也只是初露端倪。我们依然脆弱，暴露在气候失衡和灾难之下。人类活动范围基本只延伸到月球，尽管探测器已远赴深空，乍看之下，这一切似乎并不起眼。但别忘了，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临界点，聚变反应堆正在推进，太空电梯等宏大构想也已出现。从0级跃迁到1级文明，是人类最关键的一步。不仅是技术挑战，更是社会与文明层面的考验。人类必须超越国家裂痕，将地球视为整体管理。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有资格迈入更高等级的文明。到达1级文明，意味着真正踏入科幻领域。我们将完全掌控母星能量，调配行星尺度的资源。飓风可以削弱，降雨能够被精准引导，沙漠覆盖巨型太阳能阵列，全球提供清洁能源。在这种层级下，文明有能力重塑地表，建造人工陆地。1级文明的标志不仅是能量掌控，它实现了高度协同，资源战争将成为历史。人工智能融入生活，纳米技术彻底重构医学，真正的太空旅行也开始从构想走向现实。然而即便如此，1级文明依然受限于自己的恒星系统。但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果1级文明是掌控行星，2级文明则扩展到恒星系统，现实与科幻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。2级文明利用母恒星全部能量及戴森群的意义所在，无数装置拦截恒星能量，实现文明的全面飞跃。掌控恒星能量后，2级文明具备了神奇的能力，它们可以随意调整轨道，迁移行星，躲避毁灭。它们能够建造人工栖息地，为万亿生命提供空间。衰老和疾病不再是宿命，意识上传成为现实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早已不再是神话。对2级文明而言，星际航行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。他们向临近恒星系统派遣舰队，播撒生命的种子。2级文明的计算能力同样超出想象，他们构建与现实无异的虚拟世界，物理与虚拟界限消失，开启全新的存在形态与前所未有的体验方式。现在我们真正进入了宇宙文明的领域。
3级文明已经摆脱了单一恒星系统的束缚，可以掌控整个星系的能量。这种存在层级与我们当前的状态相距甚远，几乎难以想象。3级文明会殖民并利用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恒星系统，他们要么已经掌握了超光速旅行技术，要么找到了绕过光速极限的方法，比如利用虫洞。对于这样的文明而言，距离几乎失去了意义。3级文明掌控的能量规模堪称天文级，可以直接汲取星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能量，甚至从时空结构本身或人类无法理解的高维领域中提取能量。凭借如此庞大的能量和超乎想象的技术，他们甚至可以重塑整个星系的结构，移动恒星，实施星系尺度的巨型工程，建造规模堪比恒星系统甚至更庞大的人工结构。这样的文明个体或许早已不再保留原始的生物形态，而是以纯能量形式存在，或作为遍布星系的人工智能网络运行，甚至呈现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存在方式。他们的意识可能覆盖整个星系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活体超级系统。对于3级文明而言，操控物质与能量只不过是基本操作，他们可以创造或毁灭恒星，引发新的星系演化进程，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延缓或阻止宇宙走向热寂。凭借这种力量，他们甚至可以直接干预物理定律本身。然而，即便这种近乎神明的层级，文明进化仍未走到尽头。卡尔达舍夫最初的文明等级止步于3级，但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更加极端的设想，4级文明的影响范围将超越单个星系，掌控整个星系团，甚至覆盖可观测宇宙的重要部分。这一层级的物种操控暗物质与暗能量只是常规操作，甚至可能通过诱发局部暴涨或直接工程化现实，创造全新的宇宙。它们或许更像是宇宙园丁，在宇宙中播撒生命，或引导年轻文明沿着卡尔达舍夫等级不断进化。还有人提出了5级文明的设想，一个掌控所有可能宇宙与维度的文明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样的存在几乎等同于全知全能，与人类心目中的神并无区别。然而此刻的我们只是一个年轻的0级文明，刚刚迈出探索宇宙的第一步。你或许觉得这些高级文明只是某些无聊人士的幻想罢了，但你别忘了，就在1个多世纪前，人类登上月球，将东西送到火星，同样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科幻情节。在卡尔达舍夫等级中，能够建造戴森结构的文明属于2级文明，可以利用恒星释放的全部能量。若你想了解戴森球的规模有多大，不妨先看看我们的太阳。太阳的直径约为139万公里，其体积足以容纳130万个地球。若在太阳周围建造戴森球，其半径至少需要达到1个天文单位，也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。这样一个结构的内表面积将达到约28京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地球表面积的 5.5亿倍。建造戴森球将是一项真正的宇宙级工程。那么这玩意儿如何才能实现？首先是获取足够的资源，地球的资源远远不够，所需材料必须来自其他行星，或通过开采小行星和彗星获得。水星因其金属含量丰富，常被认为是重要的材料来源。目前最可行的设想是从戴森群开始，依靠自我复制机器人逐步扩展。这些由太阳能驱动的自我复制机器人，类似冯·诺依曼探测器，被视为建造戴森结构最现实的设想之一。在如此规模的工程中，人工智能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核心。这些机器人最初会建造太阳能收集装置和能量传输系统。随着能量获取能力的提升，他们会制造出更多机器人，进而建造更多收集器。整个戴森群就这样不断扩张，逐渐包围太阳。从戴森群发展为完整戴森球所需的时间难以准确估算，因为这取决于远超人类当前技术水平的因素。以现有技术推测，可能需要数百万年。
但若拥有高度先进的自我复制机器人，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缩短至数百到数千年，整个建造进程很可能呈指数增长，最初缓慢，随后迅速加速。机器人制造机器人，机器人建造太阳能结构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最终，这些收集装置可能会相互连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戴森球。届时，引力稳定性将成为最大的技术挑战。要让整个结构长期稳定地环绕太阳运行，将需要极其先进，甚至远超我们现有认知的工程技术。第二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是散热。如此庞大的太阳能量在最初阶段极难驾驭，若无法有效释放热量，整个结构很可能因过热而崩解。因此，人类必须掌握远超现有水平的超强超轻质材料技术。但这只是挑战的一部分，戴森结构的建造还需要难以想象的工程精度与系统协调能力，远远超出当今人类文明的极限。不过，对3级文明而言，这些问题并非不可逾越。那么，你认为人类有朝一日能完成如此宏大的壮举吗？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中分享你的看法。目前，科学界虽然确实发现了一些恒星的异常特征，与戴森结构的理论预期相吻合，但现在就将其认定为巨型人工结构仍为时尚早。造成这些异常现象的，完全可能来自星际尘埃、碎石云或尚未被理解的自然机制。没有人能对这些异常下定论，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研究。谁知道未来会发现什么呢？到目前为止，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理论解释的奇怪现象，却依然没有任何确凿的外星文明证据。因此，这种发现异常却找不到外星人的局面，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对于人类而言，至少需要10万年才能达到更高的文明层级，甚至可能需要数百万年才有机会成为3级文明。前提是人类文明能存活那么久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文明真的存在吗？如果存在，其技术活动规模之庞大，按理说应当在宇宙中极为显眼。根据最新观测数据统计，在过去20年里，我们已经在太阳系外发现了约4000颗系外行星，仅在银河系中就可能存在数千亿颗恒星，几乎每颗恒星都拥有行星系统。那么，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外星文明迹象？这正是费米悖论的核心。宇宙如此古老且庞大，理论上不可能只有地球孕育了生命，更不该只有人类这一种智慧文明。然而几十年来，我们始终没有得到直接答案。或许并不是宇宙中没有生命，而是我们尚未掌握正确的倾听方式。目前对地外文明的搜索主要集中在无线电波段的信号，不过这种方式存在严重局限，这类信号只适用于0级文明，而且在宇宙传播过程中极易被背景噪声和电磁扰动削弱，导致大量信息丢失。理论上，更高效的通信方式是将信号分布在全频谱中，以最大限度保留信息内容。但对于仍停留在单一频段技术阶段的0级文明而言，根本无法解读这种信号，只会听到一堆毫无意义的杂音。换句话说，即便银河系中充满了来自2级或3级文明的信号，人类现有的射电望远镜也可能根本听不懂。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一组研究团队提出了新的假设，这些文明或许并未消失，而是隐藏了起来。他们在大范围天区观测中发现了20个星系，并试图通过异常信号寻找所谓的文明排放痕迹。其中2个星系显示出异常增强的红外辐射，且无法用已知自然机制解释。天文学家推测，这可能是大量戴森结构甚至整个星系被外星文明利用的迹象。不过，要验证这一点，仍需进一步确认这些红外辐射的真正来源。费米悖论还有另一种解释，高级文明可能在刻意隐藏自己。毕竟宇宙如此浩瀚，我们找不到它们，并不能证明它们不存在。在搜寻高等技术文明时，天文学家通常关注的是红外辐射和能量废热。
那有没有可能，外星文明不仅拥有难以想象的科技水平，还掌握了完全抹去自身存在痕迹的方法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。如果始终无法找到文明迹象，或许人类应该研究缺失的部分。理论上，若3级文明真实存在，它们会消耗星系的能量，最终留下空洞。宇宙中确实存在许多空洞，曾被认为是文明证据，但假说被否定了。即便如此，科学界并未放弃，只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走向了死胡同。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，会不会我们出生在了错误的时间点？计算机模拟显示，40亿年前，宇宙中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最高。这听上去难以置信，但如果地球早已孕育生命，宇宙其他地方为何不能？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，我们是否应该不计代价地追寻答案？为了满足好奇心，冒着人类被毁灭的风险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我们同源而生，却仍无法停止内部冲突。凭什么认为高度发达的文明会比我们自己更珍惜生命？人类担心资源枯竭，2级文明担心恒星死亡，3级文明则思考逃离终结。但放眼4级乃至5级文明，这些问题都根本不值一提。理论上，这样的文明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宇宙。在实验室孕育婴儿宇宙的能量，仍在高等文明的能力范围之内。4级文明或许难以实现，可一旦实现，意味着成为一切事物的创造者。考虑到人类进化速度，或许早在过去我们就已经被造访过，只是察觉的概率几乎为0，甚至此时此刻，人类也可能被高级文明默默观察着，等待我们进化到足以接触的阶段。又或者他们早已启程，只是抵达这里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。哪怕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也未必是坏事。孤独或许令人不安，但这同样意味着人类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奠基者。那些高度智慧的存在，或许会把我们视为先驱，如同孩童第一次摸索这个黑暗而广阔的世界。或许这一切只是幻想，或许真的存在，又或许那并不是他们，是未来的我们。如果多重宇宙成为现实，5级文明将征服这些世界，而被视为黑洞对立面的白洞，可能正是通往这一切的关键。科学将继续迈入高维空间，开启那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秘密。依照科学理论，6级文明将是多维文明。若踏入第4维度，我们的物理身体将无法在其中存在。在第4维度中，物理定律将发生根本变化，与3维生命并不兼容。然而，对于6级文明而言，这或许根本不是问题。他们学会了将意识以纯能量保存，并在不同维度之间转移。唯一的限制是能量，而6级文明能从白洞中汲取能量。虽然这停留在设想层面，但其中的存在早已超越光速，自由穿行于时间。视频看到这里，你是否会觉得文明没有更高层级可言了？或许还有最后一个层级，文明演化的终极形态。7型文明将是自然法则、物质、能量、空间与时间本身的创造者。我们无法想象其形式，甚至无法确定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。人类需要1万亿年才可能进化到这一阶段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第7级，因为它并非由个体组成的文明，而是存在本身。即便它早已存在，我们也无法察觉。寻找高等文明的证据极其困难，搜寻较低等级文明或许更为现实。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多达3亿颗宜居行星，而人类只研究了50多颗。像韦伯望远镜这样的设备正在搜寻技术活动的信号。如果存在1级文明，我们早就应该发现它们的迹象。2级文明同样难以隐藏，为了获取能量，它们需要用结构包裹恒星。若在相同距离建造戴森球，其内部规模将远超地球本身。物理学家估算，一个戴森结构的材料约为土星总质量。无论如何，
让恒星消失所需的材料与能量都是天文数字。迄今为止，人类尚未在银河系中发现真正的戴森球迹象。历史上曾出现过疑似发现，天文学家曾探测到异常信号。当时人们认为只有2级文明才能产生如此强度的信号，但最终证实那只是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军事卫星。2008年，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神秘消失的天体，起初看起来像是一颗行星，然而几年后它却神秘消失了。戏剧性的是，研究人员发现那并非行星，而是一团巨大的冰冻碎片云。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北落师门壁消失的真正原因，但有人猜测，这是否与某个2级文明获取工程材料有关？正因为连恒星的异常都难以解释，人们才更想追踪3级文明的迹象。3级文明要么极其罕见，要么在我们的本地宇宙中并不存在。科学家曾利用红外望远镜搜索，希望捕捉到它们排放的辐射。一种假说认为，3级文明可能隐藏在巨型宇宙空洞之中。波江座空洞几乎没有恒星和星系，直径约3亿3千万光年。有科学家猜测，这种极端空旷可能源自3级文明的宏大工程。随着科技进步，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能够验证这一假设。如果我们讨论的前提都成立，我们坚持的生命必然留下痕迹这个假设，是否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？也许最高等的文明恰恰是最安静的文明，真正的智慧是不留痕迹的存在，而此刻嗷嗷待哺的我们，连听懂他们信号的能力都还没有。你觉得人类终有一天会发现外星文明吗？如果真的发现了，你是否想尝试与之接触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喜欢的话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见。